这只公鸡趁着接吻的间隙，突然绕到母鸡的背后，对它发起了猛烈进攻。每当有母鸡对它坠入爱河，转头鸡哥就提起裤子翻脸不认鸡。俺はさすらいの渡り鳥、安らぎは。遊びだったのね。いや、ただの盛りだ。这就是鸡哥的日常，做完保养根本没有售后服务这一块。每到一座新的城市，鸡哥就喜欢在老人家混点吃的，同时也有一群不知死活的小鬼给鸡哥递来肯德基吃，可转头却想把它剁了，做成美味的炸鸡块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鸡哥遇到了一个无能的丈夫，由于这个月的业绩太差，妻子为了帮他保住工作，只能委曲求全，而这也让男人变得极度压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男人变成了一只凶残的鬼兽，而鸡哥吃了老人的饭，自然不会坐视不管，他直接化身成战斗机，向鬼兽发起攻击。在轻松解决掉鬼兽后，鸡哥准备和小母鸡道个别再走。可当他回到鸡舍，却看到小母鸡已经有了新欢。鸡哥没有打扰，而是潇洒转身，继续踏上拯救世界的旅途。鸡哥漂洋过海，来到一座新的城市，这里的渔民十分友善，会经常给鸡哥拿海胆吃。一开始鸡哥还不知道这是何物，可当他吃过一次后，就再也难以忘记海胆那鲜美的味道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长相和善的大叔正在路边卖小鸡仔，但却没有人愿意买，时不时还有警察来盘查他。但其实男人并不坏，看到有小鸡仔被其他鸡欺负吃不上饭，还会单独将它拿出来喂养。而小鸡也觉得主人背后的图案很帅气，于是便请求男人在自己的身上也画一个。看到小鸡对图案如此痴迷，男人拿起画笔在他的背后写下仁义二字，寓意着做人要重情重义。而小鸡也将男人当成了爸爸，可越是心地善良的人就越容易被欺负。小的时候被母亲抛弃，长大后又被帮派的大哥出卖，欠下巨额债务让他独自偿还，每天都有人上门催债，拿他悲惨的经历羞辱他。这天男人终于崩溃了，变身成了一只鬼兽。鸡哥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一记唱跳 rap 消灭了鬼兽。正常变成鬼兽的人是必死无疑的，但神奇的是，男人竟活了下来。而鸡哥英勇出手的行为，瞬间就让小鸡仔爱上了。而鸡爸也看出了小鸡仔的想法，于是让他去追寻自己的爱情。就这样，小鸡仔流着眼泪追上鸡哥，想要和他一起浪迹天涯。但鸡哥可对未成年鸡不感兴趣，被抛弃的小鸡气愤不已，于是他决定靠自己生存下去。可转头看见一只巨大的蚯蚓，就被吓得晕倒在地。他不明白大鸡怎么会爱吃这种恶心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又有鬼兽出现，小鸡知道鸡哥一定会再次出手，于是便兴奋地跑了过去。果不其然，鸡哥正在与鬼兽进行激烈的交手，但这只鬼兽的治愈能力极强，鸡哥连续释放出3次大招都未能将其消灭。最后鸡哥忍无可忍，干脆直接用大招给鬼兽来了个全身扫射，最终鬼兽被成功消灭。但鸡哥也由于透支过度瘫软在地。小鸡见状想要帮忙，但就在这时，鬼兽的残骸突然向小鸡仔扑来。危急时刻，鸡哥拼尽最后一丝体力将小鸡推开，可他自己却被鬼兽重伤。看到鸡哥为救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，小鸡仔主动担负起照顾鸡哥的责任。在小鸡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鸡哥的伤势也逐渐痊愈。等到鸡哥醒来，却看到一旁的小鸡已经伤痕累累。这一刻，鸡哥的内心动容了，他决定将小鸡仔留在身边，说不定以后长大了就能做保养。可两鸡没走出去多远，就遇到了一只手持电棍的母鸡。母鸡名叫伊丽莎白，是鸡哥的前女友。面对这种送上门的保养，哪有拒绝的道理？鸡哥直接就吻了上去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段看似荒诞的鸡哥故事，实则是一出被无厘头包裹的严肃悲剧。首先，鬼兽皆非天生之恶，而是被业绩、债务与背叛压垮的底层化身，变身及精神崩溃的具象。鸡哥消灭的正是那名为生活的现实怪物。其次，他的道义朴素至极，吃了你的饭便替你平事，这是市井江湖最原始的滴水之恩，恰与小鸡背上仁义二字遥相呼应。最终，鸡哥的浪是怕停留的情感铠甲，而小鸡的吃却打破了这层防线。故事的终点不再消灭多少鬼兽，而是一个浪荡半生的灵魂，终于发现让自己停下来的不是责任，而是那份被无条件信任的温暖。